今集咧會同大家講解一個好少人提到啦，亦都唔係好多人了解㗎。咁就係美國人醫療債務嘅問題啊。我會解釋一下喺美國呢度生活啦嚇。一旦一個人咁唔好彩啦，遇到一個嘅比較龐大少少嘅醫療開支，咁啊可能你突然間可能係中風啦，你話心臟病發啦、車禍等等，甚或至即係好簡單嘅嚇，你頭暈身㷫，你打個911揾白車車你入去醫院，令到你孭咗一身嘅醫療債務，有啲咩嘅方法去處理佢哋呢？有冇啲乜嘢嘢係你絕對唔能夠做嘅？又或者一開始嘅時候，你應該有啲咩嘅方法去避免呢件事嘅發生呢？首先喺度聲明嚇，咁今集嘅內容咧同之前講解950蚊嘅法案啦，同埋各種嘅低收入嘅福利一樣啊，會令到好多個網友咧會聽得好唔舒服㗎。咁但係無論如何啦嚇，你中意又好，唔中意又好。我只係喺度講解啦，美國而家嘅制度啊，我哋生活嘅現實啊，你中意點樣做啦？你點樣去面對啦？呢個係你自己嘅選擇啊。咁今集嘅內容咧係源於一個網友嘅提問啦。佢就話啦：我喺香港咧容易生活過美國啦，醫療又平，睇病50蚊港幣，包埋診症，包埋藥物，唔似得好似我班美國嘅親戚交稅多多，仲要碌信用卡借錢度日，更加向我哋度水添啊！我班美國親戚因為住嘅嗰區治安差，飛來橫禍，俾啲衰人入屋打劫，受傷入院，加上為咗慳錢冇買醫療保險，一下子咧就孭咗成身嘅巨額嘅醫療債務，損失咗辛辛苦苦儲嚟嘅積蓄，加埋申請政府嘅幫助，比以前更加嚴厲去審查，拖咗好耐，暫時失去工作，唯有借錢度日。咁希望各位網友咧先放低你先入為主嘅思維，等我花今集1/3嘅時間啦，同大家簡單去解釋一下，究竟我哋美國嘅醫療啦，我哋嘅保險制度係點樣運作。如果咧你係呢個頻道嘅忠實嘅 fans 咧，其實我以前都講咗好多次啦，咁你亦都可以跳到去下一個嘅章節。嗱，喺香港啦、加拿大啦、英國等地啦，通常都會有一個政府主導嘅，為所有公民提供嘅醫療保險，哪怕係完全免費嘅，定係話你要交一定嘅金額都好啦。咁但係正正係因為喺一個咁嘅全民健保嘅制度之下咧，絕大部分嘅醫療機構都係毫無選擇嘅，被逼去接受政府嘅監督，而政府亦都絕對有咁嘅牙力去限制每一項嘅醫療啦、藥物嘅開支。唔似得好似我哋美國咁啦，可能大家如果只係好普通嘅頭暈身㷫你入一入個醫院咧，最後出翻嚟嗰張帳單可能要成你幾萬蚊添。咁當然啦，呢啲嘅全民健保嘅制度本身係有缺陷嘅。我諗喺加拿大、喺英國等等嘅地方住嘅朋友都會了解到。特別啦，你講緊一啲非常新穎嘅創新嘅醫療方式，因為我哋美國嘅帳單嘅價格係冇上限嘅，咁所以先能夠促進到咁多嘅醫療嘅科技嘅發展。而如果你係一個嘅醫生、一個嘅護士，你要揾最多嘅人工，當然就係嚟美國啦。咁但係就係因為我哋美國缺乏咗呢一種嘅全民健保嘅制度啊，咁當然題外話啦，其實呢度係唔包括我哋唔講嘅65歲以上啦，你會有一個 Medicare 一個聯邦嘅老人保險啦，又或者俾一啲窮人嘅佢哋嘅醫療白卡 Medicaid。因為咧，呢兩個計劃入邊咧有足夠嘅受保嘅群體啦，令到政府係有一個咩能力咧，去同呢啲嘅醫療機構去議價啦。咁但係呢兩個咧，我哋之前提過啦，今集咧我哋就唔花太多嘅時間去講佢哋。咁但係咧，所有其他嘅醫療安排啦，你買到嘅保險啦，其實都係喺美國咧係市場去主導噶。例如啦，你入一個醫院咧，其實佢可以收你10蚊一塊棉花，幾百蚊嘅一個 COVID-19 嘅快速嘅測試。又或者你中一個嘅糖尿病嘅試劑等等，而喺過去一個世紀啦，唯一去嘗試解決呢個問題嘅法案咧，就係我喺呢個頻道講咗無數咁多次嘅，喺奧巴馬時代通過嘅平價醫療法案 Affordable Care Act（ACA） 啦，或者係奧巴馬健保 （Obamacare） 我哋俗稱嘅。咁而呢一個嘅法案咧，佢原本嘅初衷啦，其實係咧想直接去改變我哋美國嘅醫療制度啦，跟埋其他嘅國家直接嘅去行到去全民健保嘅方式。咁但係當然啦，因為我哋美國現有嘅體系嘅既得利益者啦，咁亦即係啦呢啲嘅醫療嘅保險嘅提供者啦、醫療機構等等啦，呢個最終係冇發生到㗎。咁但係呢一個嘅法案咧，大致嘅係控制咗醫療嘅開支啦，同埋所提供嘅服務嘅項目啦，同埋品質㗎。簡單嚟講啦，喺冇奧巴馬 Care 之前咧，其實美國嘅醫療保險制度咧就有啲似香港嘅情況㗎。每一份嘅醫療保險都可以隱藏一啲唔包含嘅服務，
然後到你真係需要用佢哋嘅時候咧，佢就話啊，呢個項目咧你買嘅時候係唔包嘅喎。然後咧就再因為你已經有咗咁嘅疾病啦，咁所以你就更加冇可能再去買另外一份醫療保險。但係啦，美國就唔同香港啊，係咪？你香港點講都好，你都會有公營醫院啊，點講都好，你都可以揾到醫生啊，點都唔會傾家蕩產啦。而當然啦，你話 Obamacare 佢有佢嘅壞處啦，特別因為佢係強迫緊其他好似我哋呢啲比較年輕少少嘅身體冇乜疾病嘅又或者收入可能比較高少少嘅一群人，去補助我哋社會上面比較弱勢嘅一群咯。我哋保險上面嘅開支我哋俾高嘅保費，咁絕對係比以前高啦。咁呢個係毋庸置疑噶。只要你嘅收入係唔超過聯邦貧窮線嘅150%，你都可以免費嘅擁有醫療白卡或者攞到 Obamacare。例如啦，嗰位網友嘅親戚，佢冇咗份工，其實佢係絕對合資格去申請噶。而如果收入比較高嘅，你嘅保費咧都唔會超過你嘅年收入最多8.5%。例如我假設啦，你喺加州住嘅兩公婆，兩個都係55歲噶啦，而家都未到退休年齡，所以你就唔能夠攞 Medicare 啦。假設你哋嘅年收入係10萬蚊啦，如果你上 coveredca.com 咧，即係我哋加州版嘅 Obamacare， 輸入嗰個收入，視乎你個提供者啦，扣除咗聯邦嘅醫療補助之後咧，其實一年嘅保費咧就係需要7200蚊到9400蚊。咁樣嘅開支係咪好多咧？係咪唔能夠負擔咧？畢竟你嘅年收入你講緊係10萬蚊啊！而題外話嘅，喺選舉之前我提過啦，而家拜登政府加強 Obamacare 嗰個嘅保費嘅補助嘅法案咧，將會喺下年之後咧就結束噶啦。亦即係換句話說啦，美國人咧係會再一次翻去資助嘅懸崖啊！嗰個時候咧，只要你嘅收入咧一超過聯邦貧窮線400%以上1蚊，你都係會直接嘅喪失全數嘅保費嘅資助噶。而選舉係有後果噶嘛。同樣嘅，呢兩公婆喺2026年起嘅保費咧，由於佢哋嘅年薪係10萬啦，超過咗聯邦貧窮線嘅400%，佢哋係會失去咗聯邦嘅補助。同樣嘅保險啦，我喺呢度咧輸入一個比較高少少嘅收入，假設係20萬嘅。咁樣做咧，即係模仿緊將來呢兩口子，雖則佢哋10萬蚊，但係佢哋咧因為冇咗嗰個補助，我哋唔計算嗰個通脹嘅上升，佢哋一年嘅保費咧係會增加到去15700蚊到18000蚊，足足咧係升咗1倍噶。咁但係啦，既然選民嘅意願咧係覺得雞蛋嘅價格係比得到醫療保險更加重要咧，其實我只能夠講咧，我就愛莫能助嚇。但呢一度咧，我都想帶出今集我哋想講嘅第一個重點啊，咁就係咧，起碼喺24年同埋下年25年嘅時候咧，咁所以啦，如果你住喺一個參加咗 Expanded Medicaid 嘅州份咧，你係絕對冇任何嘅可能咧係唔能夠負擔醫療保險噶。咁呢一個亦都係 ACA 呢個法案嘅初衷啊，亦都更加冇任何嘅理由你唔去買醫療保險啊。而翻去呢個網友嘅處境啦，我住咗喺洛杉磯10幾年。我其實係完全明白佢點解冇醫療保險㗎，咪就係因為普遍嘅唐人老闆通常都會做咩啊？諗縮數咯，對客人縮，對供應商縮，對員工縮，對老豆老母縮，最衰係咩啊？對老婆仔女都更加縮添啊！所以佢唔為員工去提供醫療保險，其實係華人社會嘅一個常態。又或者啦，新移民你因為語言啦，可能因為你嘅教育等等嘅原因咧，你可能去選擇自僱啦，或者你自己做生意，甚至有啲嘅低收入嘅人士因為唔知喺邊度嚟嘅面子，又或者對呢個制度嘅根本嘅唔認識，明明係可以符合到免費嘅醫療嘅白卡嘅，又或者攞到呢個保費嘅資助嘅，但係佢哋都拒絕去接受。然後呢位網友嘅遭遇啦，佢俾人入屋嘅打劫，受傷入院。我諗佢喺嗰個時候同好多網友都會怪責嘅，當然就係呢個嘅賊人啦，又或者係呢個嘅社會去縱容我哋嘅犯罪，係950蚊法案嘅錯啊嘛。但坦白講啊，就算你今日唔俾人打劫，但係你可能第2日唔知噶嘛，可能會俾個警察截停咗啦喺個公路上邊，然後俾人無故嘅推落地下，就好似喺Oklahoma City呢個70歲越南裔嘅老人家嘅遭遇啊。Sit up! No. You sit up! Get on the ground! 除咗要醫治傷勢之外，亦都要傾家蕩產嘅，
去同警察部門去打官司。而冇咗醫療保險，亦都就代表住你應該就唔會成日都去做身體檢查啊。而人生無常，就算我哋食得再健康都好，亦都好難保證有一日唔會攞到呢啲嘅中風啊、心臟病啊、癌症之類嘅病。而喺美國呢個嘅國家，實在有太多唔能夠預計嘅事情會發生。當然啦，我呢度就唔係話美國呢個國家好差，叫大家唔好嚟。我只係希望睇緊呢個影片嘅觀眾啦，你都要好好去管理一下你自己生活嘅時候嗰個嘅風險啊。喺生活上面有好多地方可以去慳㗎。你話住嘅地方啦、開嘅車啦、食嘅嘢啦、過嘅生活啦，但係醫療保險絕對唔係其中之一啊。好啦，咁以上就係講咗點樣去預防呢件事嘅發生啦。其實購買醫療保險亦都唔係話咁難嘅一件事啊。不過啦，嚟咗美國之後咧，我都算係變咗一個比較現實嘅人啦。你話事情發生咗啦，其實你再去埋怨過去做過嘅一件錯事啊，你唔去買醫療保險咧，其實都係無補於事噶。呢個網友其實當時佢可以做啲乜嘢去補救呢？以下咧就嚟到呢個影片嘅下半部分啦，就係你如何自救啊。最簡單嘅第一招啦，咁就係叫做 Charity Care， 一個嘅慈善嘅醫療計劃。不論你有冇保險都好。不同嘅州份咧都有立法去規定大型嘅醫院咧係必須為低收入嘅人士提供免費啦或者係減費嘅醫療服務。例如我哋加州嘅規定啦，係不論嗰個移民嘅身份，只要佢嘅收入係低於聯邦貧窮線嘅400%咧，就可以受惠噶啦。詳情咧可以上翻加州官方嘅網站去揾翻你接受醫療服務嘅醫院。例如我喺呢度揾 Alhambra 嘅一間醫院。只要病人嘅收入咧係低於聯邦貧窮線嘅200%，費用咧係全免㗎。201到400咧就減你80%啦，咁即係2折啦。呢一個嘅減免咧係唔會自動生效㗎，你係需要提供你嘅收入啦同埋資產證明，去到醫院主動嘅作出申請。而有當然，如果你係低收入嘅話，本身你就已經可以得到片頭提供到嘅免費啦或者較低價嘅醫療保險。又何必唔去買醫療保險呢？然後第二招啦，咁就係要檢查清楚你之後收到嘅醫療嘅帳單啦。我諗好多人啦，收到一張帳單咧都會好緊張啦，係嘛？然後就馬上嘅就即刻攞晒啲錢去交晒佢啦。咁但係有好多個時候咧，其實你就真係唔係好清楚帳單上邊所列出嚟嘅嗰個細項係乜嘢嚟噶嘛？會唔會有一啲根本係冇用過喺你身上嘅藥物，又或者醫院去聲稱佢同你做咗嘅服務，其實係冇做過嘅咧？有啲似啦，大家去攞架車去車行度整啦，佢明明就話同你做咗啲咩檢查，做咗啲乜嘢嘅維修嘅，咁但係最後發現到原來佢係乜都冇做過嘅喎。大家喺 YouTube 上面應該都睇過一啲嘅閉路電視嘅監控鏡頭啊，明明佢就同你講我換咗機油嘅，但係原來機油蓋咧佢都冇扭開過嘅喎，咁而就算啦，呢啲嘅服務你真係用過嘅，佢真係同你做咗嘅，呢啲嘅收費又係咪合理咧？可能佢收你1粒止痛藥，收你100幾十嘅。合唔合理咧？例如之前有一單嘅新聞啦，有一個小朋友佢入咗去急症室，睇咗醫生咧就5分鐘，幫佢貼咗一張膠布，最後佢出翻嚟嘅帳單咧係收佢629蚊，係咪有少少嘅有趣咧？每一個細項你都其實係可以同醫院去爭拗㗎，而通常啦，醫院都係為咗去減省佢嘅行政嘅成本啦，收費嘅部門咧通常都係有一個酌情去減免呢個嘅帳單嘅空間㗎。而完成以上嘅2招咧，其實你嘅醫療帳單咧係應該減少咗好多㗎。之後嘅方法咧就比較進階少少啦嚇，咁亦都需要大家問自己一個好簡單嘅問題：你覺得你自己嘅良心可以賣幾多錢斤呢？上一集咪同大家分享過喺超級市場嘅牛心1磅只係需要2個9.99嘅，你嘅又賣幾多錢呢？喺世界上任何一個成熟嘅公民社會，我諗醫療機構眼見你有生命上嘅威脅，都係冇可能視而不見，拒絕為你提供服務。所以哪怕你嘅身份地位有冇能力去支付醫療服務都好，佢哋第一個嘅考慮之處都係究竟能唔能夠醫翻好你啊？亦都就係因為咁樣啦，其實佢醫翻好你嘅時候，其實你對佢感恩戴德都正常不過啊。而欠債還錢亦都實屬天經地義啊。咁但係如果你話你真係還唔起錢啦，甚或至你係唔想還錢啦，1蚊都唔還嘅話，咁其實有咩後果咧？咁我假設啦嚇，咁係一個比較可觀少少嘅數目。咁其實醫院咧過咗一段嘅時間咧，咁佢就會揾出邊嘅一間收數嘅公司啦，嘗試去收你呢條數。咁當然啦，同好多個地方唔同啦嚇。
喺美國，因為有唔同嘅法律啦、唔同嘅傳媒嘅保障，絕對咧就唔會話淋你紅油啦、塞你嘅鎖匙窿啦，甚至係騷擾你家人嘅呢啲事情發生㗎。而我亦都再假設啦，連收數公司上埋門打電話俾你咧，你都無動於衷嘅。咁啊，再過一段時間，咁佢會做啲乜嘢啊？佢咪會用法律嘅途徑去告你上法庭咯。咁而既然你都真係冇錢還啦假設，咁你嘅下一步應該會做乜嘢咧？咁啊，當然就好簡單啦，咁就係破產啦。如果大家喺美國住得耐咧，都應該有聽過有唔同嘅零售商啦、唔同嘅公司去破產。咁但係對於大家嚟講啦，其實醫療嘅債務咧，同信用卡債務等等咧，同樣都係一個冇抵押嘅債務 （unsecured debt）。破產嘅程序一走過場之後咧，佢哋都係會被一筆勾銷㗎。咁當然啦，你行到呢一步咧，其實你自己咧本身嗰個嘅信用分數、信用記錄咧，當然就已經唔重要啦，係咪？收數公司佢收唔到錢，咁當然佢收到醫院嘅費用又唔係好多啦。而醫院收唔到條數，更加要付上咁多嘅行政費用同你打官司添。咁呢個情況咧，其實係三輸㗎，亦都係大家口中所謂嘅攬炒啊！我哋嘅未來總統特朗普先生，佢做商人嘅時候，佢旗下嘅公司一共破產咗幾多次啊？係6次啊！對於佢嚟講啦，其實破產咧就只係做生意嘅手段之一，而有好多人亦都因為咁樣啦，就視佢為一個嘅成功嘅商人啦，係咪？咁你又認為啦，其實佢呢啲嘅公司去破產之後，嗰啲變到一無所有嘅細投資者啦，嗰啲失去工作嘅員工啦，佢對佢哋有冇愧疚之心咧？同樣道理㗎。你點解要對呢啲嘅醫生、呢啲嘅護士、呢啲嘅醫院同埋佢哋嘅投資者有任何嘅惻隱之心咧？喺未來嘅4年，美國嘅小朋友咧都會以特朗普總統成為佢哋成長嘅榜樣。同樣嘅，我都好衷心嘅希望各位睇緊嘅觀眾喺你哋日常嘅生活入邊，亦都可以好似佢咁樣做到一個咁優秀嘅人。破產並唔係一件咁可怕嘅事。喺香港破產你就話有好多事情能夠做啊。又或者之前英國咪有啲嘅城市破產嘅，喺香港生活嘅人唔係話覺得你哋移民英國嘅人咧一定好慘噶啦。但其實你換一個角度去睇啊，呢啲其實只係一個金錢社會入邊少少嘅轉折。喺美國有邊一間歷史悠久嘅車廠，有邊一間歷史悠久嘅航空公司係冇曾經破過產啊？而喺美國啦，其實你申請個人嘅破產嘅時候咧，有好多嘅資產咧都係可以俾你保留噶。例如喺加州呢一度啊，如果破產嘅時候咧，對房屋豁免嘅金額咧，最高係可以達到去69.9萬噶。而之前喺呢個頻道啦，亦都提過申請醫療白卡啦、學生資助等等啦，你應該記得有一啲嘅資產係豁免計算噶。呢度嘅道理其實係一樣噶。喺破產嘅時候，你嘅4年1K 同埋 IRA 呢度假設係唔超過150萬嘅退休賬戶啦，加埋人壽保險等等咧，都係豁免被清盤噶。亦就係話啦，好似呢位網友嘅親戚嘅遭遇一樣啊。其實如果佢嘅積蓄係哪怕你有1000萬又好，1億都好啦，擺晒入去呢啲嘅豁免計算嘅資產入邊咧，其實破產咧根本上對佢嘅財務狀況咧影響係非常之輕微噶。所謂7年之後走翻出嚟就係點啊？亦都係變翻一條好漢啦。咁當然啦，我喺呢一度咧就唔係話鼓勵大家一定要去走到呢一步啊。我只係希望大家咧就嘗試去用破產呢個有可能嘅結果咧，作為好似特朗普做生意嘅時候去談判嘅手段之一啊。既然醫院係知道你一旦破產，佢能夠收到嘅款項係0嘅話，而佢更加要付上沉重嘅行政費用，咁樣談判嘅落點係唔係帳單嘅0% 到100% 嘅中間啊？而主導權亦都係落咗喺大家嘅手上。我哋嘗試翻去醫院喺未揾收數公司去收你條數之前啦。通常收數公司佢都會收翻醫院收到嘅錢入邊大概可能20%到1半嘅費用㗎。咁所以咧，其實如果大家可以把握呢個時機，喺呢個時候主動嘅先同醫院去做一個磋商。其實你係有機會啦，可以將你嗰個嘅債務嗰個金額咧係減少起碼30%、40%甚至50%噶。而呢一個咧唔單單係講緊一啲比較大嘅帳單。如果大家有時候收到一啲100幾十嘅帳單，就算你有咁嘅錢去交，但係你好唔想交嘅話咧，其實你都係可以打電話俾醫院嘅客戶服務部噶，
通常你就會問啊，我而家咧就好想去交呢張嘅帳單喎。我今日有錢交啊。如果今日交，你會唔會俾啲優惠我啊嚇？咁通常咧，佢一開始就會同你講啊，俾10% 你啦，俾20% 你啦 discount 好嘛？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唔滿意喎，OK，咁其實你可以等多幾日再打去啊，係嘛？當佢哋有一定嘅記錄，你條友打咗嚟咁多次啊嘛，又嘥你時間，又嘥醫院嘅時間，係咪？咁可能你揾到一個新嘅客戶服務部嘅人員。咁可能佢會俾一個更高嘅優惠，你都唔定嘅喎嚇。咁當然啦，呢度就嘥大家少少嘅時間啦，就要成日去打電話啦，少少嘅精力去咁樣嚇同佢磋商啦。而如果你係真係唔能夠即刻攞到錢出嚟全數歸還嘅，你亦都可以問一問佢哋可唔可以俾你分期付款啦？你每一個月俾100蚊，俾200蚊點都好啦。咁樣做咧，亦都可以確保到間醫院就唔會將你呢個嘅債務咧就轉到去收數公司度收數啊，而去影響到你嘅信用記錄㗎。而假設你話4成5成嘅減免，你都覺得都係唔好接受啦，係太過少啦，係嘛？咁或者啦，你同醫院嘅談判係直接破裂嘅，咁亦都就要嚟到下一步啦，咁就係同收數公司嘅鬥爭啊。而記住啦，嚟到呢一度咧，其實你嘅信用分數咧就將會下降啦，係嘛？而呢一度嘅談判咧，其實個難度係更加高㗎，因為收數公司咧，其實佢就比任何人咧都更加去了解嗰個法律嘅條文啦。你同我咧，其實就好難咧喺呢個地方咧嘅談判上面咧係佔有一定嘅優勢㗎。所以咧，我都喺呢度咧就建議大家如果有需要嘅話咧，都可以揾一啲專業嘅債務嘅減免嘅專家咧去做呢件事。咁當然啦，佢哋會收取一定嘅費用，而可以嘅話，亦都會有一啲嘅非牟利機構做同樣嘅事，而佢哋咧都會知道一啲嘅法律嘅條文啦。例如有一個關於醫療債嘅叫做 HIPAA 嘅法律，醫院咧就係唔能夠將你嘅醫療嘅狀態咧透露俾其他嘅人，包括收數公司㗎。如果有啲嘅情況佢咁樣做咗咧，係違反咗相關嘅法例咧，減債嘅專家咧就會用呢一個咧作為一個嘅藉口，一個嘅談判嘅籌碼，同收數公司去直接減免你嘅債務。而喺收數公司第一次聯絡你之後去計啦，你有30日嘅時間去提出對呢張帳單嘅一個書面嘅質詢。而如果你打算自己去做呢件事咧，你係可以上去聯邦政府機構 CFPB 嘅網站，佢已經提供一個比較簡單嘅範本，涵蓋幾個常見去質疑帳單嘅原因。大家可以去下載佢，然後修改成為你實際嘅情況。而你咁樣做嘅根本原因咧，其實就係要去拖延嗰個時間，同埋去增加收數公司同埋醫院嘅行政成本。而喺呢個嘅階段入邊啦，你要令到間收數公司去相信你係冇足夠嘅能力去償還呢個嘅債務，令到佢寧願將一啲嘅資源花喺其他更加有機會收到錢嘅人身上。畢竟你想象一下，每一日去浪費喺你身上嘅時間都係一個成本嚟㗎。其實佢都好想快啲同你達到一定嘅共識㗎。而我亦都知道啦，好多嘅債仔咧都會嘗試去躲避啲嘅收數公司啦嚇。咁但係都請大家啦喺呢個嘅階段咧，一定要保持同佢哋一定嘅聯絡啊，因為咧你都唔想去到最後咧就真係要去對簿公堂甚或至啦喺法庭上面輸咗官司然後法官咧就喺你嘅薪金咧每一期糧入邊咧就直接去攞啲錢出嚟幫你還債㗎。呢個絕對唔係你想要嘅結果啊嚇。而如果你真係咁唔好彩要行到呢一步咧，咁可能破產咧就真係成為咗你唯一嘅出路啦。咁同醫院同收數公司嘅談判咧，係需要大家好多嘅時間啦，好多嘅精力。我就唔係話太過相信咧，大家喺度睇緊呢個影片嘅觀眾咧有咁嘅能耐嚇。咁所以咧都真係同我片頭所講到噶。如果你冇醫療保險嘅話咧，都係去了解一下相關嘅開支啦。畢竟你話 Obamacare， 我哋頭先講到嘅額外嘅補助咧，都仲有1年嘅時間。起碼呢1年你都去做翻啲嘅相應嘅身體檢查啊，等你自己嘅身體狀況咧都喺一個比較可以控制嘅地方啊。亦都睇一睇生活上面有冇啲咩地方係可以慳到少少錢嘅將呢啲嘅錢繼而去買呢個嘅醫療保險啊。而最尾咧都同大家花少少嘅時間講解一下現屆拜登政府所通過嘅有唔少去保障低下階層嘅措施。嗱，喺民主黨政府同埋共和黨政府執政咧，一個非常非常明顯嘅分別咧，就在於對低下階層啦同埋對消費者嘅保障。喺2008年嘅時候，奧巴馬上台嗰陣時正值金融風暴啦，啱啱提到嘅 CFPB 正正係嗰個年代嘅產物，係為咗去加強對金融機構嘅監管同埋強化對消費者嘅保障而成立㗎。
而 CFPB 咧亦都係經常我會用到嘅聯邦機構之一啊。例如大家你對銀行服務有任何嘅投訴嘅，又或者有陣時你申請咗一啲嘅現金嘅獎品啦嚇，最後佢冇兌現到嘅嚇，佢係咁拖你嘅。與其你去浪費青春、浪費時間同銀行去溝通咧，其實你係可以直接嘅向 CFPB 去申訴。嗱，以我經驗啦嚇，銀行咧係好快咧就會直接嘅嚇同你有一個正面嘅回應㗎。同樣嘅 CFPB 對今集所提到嘅醫療債務都係有管轄權㗎。喺2022年起，有3個新規定咧係有關於醫療債務㗎。第一，所有唔超過500蚊嘅醫療債務係唔能夠再被列入各位嘅信用報告之上，亦即係話啦係唔影響大家嘅信用分數。第二，所有已經還清嘅醫療債務，就算已經到咗去收數公司手上啦，都唔再影響各位嘅信用。同埋最緊要嘅第三，由你開始欠款起，到呢一個嘅欠款顯示喺你嘅信用記錄之上，由原本嘅6個月增加到去而家1年，亦即係話啦，俾大家更多嘅時間同醫院同收數公司去作出談判。而呢一度咧亦都有一個重點，大家要去留意嘅嚇。翻去嗰個網友嗰個親戚嘅情況啊，我就唔係太過清楚佢最後點樣去解決呢個嘅醫療債務啊。但係網友就提到信用卡向親戚去借錢，大家要緊記喺任何嘅情況之下，絕對唔能夠用其他嘅債務去償還醫療嘅債務。呢個除咗係因為你借私人貸款、你借信用卡啦，其實嗰個收嘅利息當然係好高啦。而除此之外，亦都係因為你咁樣做咧，係攞唔到我哋頭先所講到呢3個最新嘅法律嘅保障㗎。而喺醫療債務嘅議題上邊咧，我哋加州政府當然就走喺改革嘅最前方啦。喺今年，州長紐森簽署咗 SB 1061嘅法案，從2025年嘅1月1日起，直接嘅禁止醫療嘅債務再顯示喺各位嘅信用記錄上面。而如果下年執政嘅唔係共和黨，係民主黨嘅話咧，其實咁樣嘅做法係有可能直接嘅去延伸到去聯邦嘅 CFPB。咁當然而家事與願違，而家嘅 CFPB 喺未來嘅新政府之下，亦都可以話係生死未卜。如果大家係用對950蚊法案同樣嘅誤解去理解呢一件事啦，你可能會認為民主黨咁樣做啦，咁就係鼓勵一啲人去借咗錢唔還錢，係嘛？咁反正你欠債係冇後果噶嘛，好似大家成日所講到係嘛？咁會唔會令到有更多嘅人鼓勵咗佢哋更加唔去還錢呢？咁又或者你可能會話啦，咁既然而家你500蚊聯邦以下嘅帳單都係唔會再去報去上大家嘅信用記錄嘅時候，咁我啱啱去睇完鐵打，去睇完牙醫嗰張帳單少過500蚊，其實我係咪可以唔交呢？嗱，呢一度咧我就留翻俾大家自己去判斷啊，我就冇講啲乜嘢嘅，OK？不過啦，民主黨咁樣做咧，其實只係想所有人能夠公平競爭嘅啫。喺未來4年既然文化革命嘅號角已經響起，寸土必爭嘅唔單單只係我哋嘅議會，唔單單只係我哋嘅政策，亦都係我哋每一個人生活嘅態度啊！咁當然啦，我就唔係一個醫療相關行業嘅人啦。今集嘅分享咧，好大程度上咧係嚟自於財務自由運動噶。如果大家係中意聽英文嘅 podcast 嘅話啦，非常建議大家聽一集 Choose FI 嘅第153集下邊我都有放呢個嘅連結嚇。咁呢一集咧都比較舊嘅，但係我自己對佢都幾印象深刻㗎，係有關於今集所講到嘅去減免醫療債務嘅方法，入邊有一啲今日時間所限冇提到嘅字眼，亦都可以幫助到各位喺同醫院啦、同收數公司等等去談判時候用㗎。不過啦，都再一次嘅，希望各位咧喺美國生活咧真係要明白，醫療保險咧係一個絕對唔能夠缺少嘅事。都希望啦，你如果中意我哋今日嘅分享啦，都可以 like、subscribe、share 同埋 comment 啦嚇。咁如果有任何嘅問題咧，都喺下面留個言問一問㗎。咁我哋就下一集再見啦，拜拜。